请坐。请坐。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好的。各位尊敬的面试官，您好，我叫杨凌蔚，羚羊的羚，蔚蓝色的蔚是天空的颜色。我研究生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学专业。现在呢，其实我是上海陆家嘴的一名财经主播，还有商务拓展。作为这个财经主播，我在自己的领域也努力的在工作着。其实我从小到大都特别热爱播音主持，然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那对于我来说，很大的一个遗憾是没有进入咱们播音主持专业进行一个科班的训练，这是我其实一直以来的一个遗憾。但是当我听到咱们节目 offer 这一季是主持人季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离自己一直以来的这个梦想最近的一次机会。如果说这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咱们的 offer 去进行这次实习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做到我们这一季成长最大、空间进步最大的实习生。谢谢。谢谢。你这次来是要请假吧？对的，今天不用请假，明天可能。我想知道的是，万一成功了，你准备怎么办？辞职吗？就是如果确定后面可以成为一个实习生的话，我会非常坚决地进行辞职。即使只是获得了实习的机会，你也会义无反顾的、义无反顾的辞职。你的老板知道你的想法吗？我的老板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并不清楚我的想法。但是很有趣的是，我当时进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他招聘我也是因为看上了我身上的这些特长。那如果到时候你真的辞职了，你觉得你的老板会是什么状态？我觉得我的老板第一是非常的震惊，第二我想他一定会非常骄傲的，因为毕竟是他慧眼识珠挑出了我，并且培养了我3年，然后今天我有了更大的平台走向更好的一个未来，我觉得他应该也会骄傲的。这段话一定给你留着，必须的，一定给你留着，你放心。然后加各种花字，让你老板没有办法去说啊。当他勃然大怒的时候，就给他看这一段。对，让他没有办法生气。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读金融专业？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是对文字的敏感度远远大过于数字。那我选择了金融这个行业，或者说学习了经济学的这个专业，也完全是因为家里的决定。当时因为17岁艺考的时候没有能够拗得过爸妈的决定，当时也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出我能够承担我自己选择的结果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乖顺的去选择了父母安排的道路。但是现在我27岁了，10年过后，我觉得我也工作了3年，我越来越明白自己到底擅长做什么，喜欢做什么，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我滋养我自己，所以今天我来了。所以人早晚会要叛逆的做自己，不是17就是27。那你当时是参加艺考了吗？就没去？我就没有参加艺考，就是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学校报名嘛，然后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去沟通这件事情。我记得我父亲非常的震怒，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参加艺考的话，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就是非常的一个坚决的态度。但当时17岁的时候，确实也不够勇敢，可能思想上也不够独立和成熟，在这种镇压之下，我就乖了。我很好奇的是，父亲为什么当初在知道你要艺考的时候勃然大怒？是这样的，因为我父亲就从事于金融行业，他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中国父亲，然后我的母亲是高校的老师，他们希望我按照他们给我铺的路这样走下去，但实际上可能忽略了我自己本身的特点和这种爱好。那像我父亲来说的话，为什么会因为艺考勃然大怒？是因为首先他觉得我们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行业有过经历，或者是有过这个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爸爸对我，并不认可，他并不认为我有能力能够通过艺考获得一个理想的大学。他说，其实有的时候人要学会接受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就是最好的。对。因为父母对于孩子的责任，很多时候是在于一个托底。对，他希望能够帮你托底，或者说他希望你按照他的路走一个他能够看得清的道路。你说叛逆总会要发生一次，不是17就是27。我跟你说，家长跟孩子都需要规训的。
我从小就把我父母规训成那样的父母，所以他们从很早就接受我是这样做的。我凡事都是知会，我说不好意思，这个事儿你们签个字吧。对对对。但我觉得我非常感激我爸，非常感激他。这么说来，我还挺羡慕你们的。我觉得我是要等到57才开始叛逆嘛，我就没有叛逆过。如果一辈子不叛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对。那如果只获得了实习的机会，却没有拿到最后的 offer 怎么办啊？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的我是27岁，我今天走进这里，刚推开那扇门，我其实脑海中想的就像是我10年前的自己。我今天现在代表的是17岁，我现在坐在艺考的考场上去完成我可能17岁当时想完成的那场考试。我觉得这次来参加 offer 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拿到最后的 offer， 如果有这个能力或者这个机会，那肯定是最好不过。如果没有，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人生首次的一种成长和肯定吧，我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买单和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托底，特别好。我觉得他是很清醒地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不仅勇敢而且清醒。就即使拿不到 offer， 你也可以和17岁的自己和解。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展现专业的机会吗？就是我想让你展示一下你的专业水平。你可以讲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比较热门的金融话题，或者是你给我们提供一些理财的建议。好呀好呀，我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可以，当然简单的啊。好，那我准备开始。可以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魏解读。今天呢，小魏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金融的那些事儿。其实最近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今年以来的股市其实是出现一个稳中向好的状态，我相信这也给我们不少的这个投资者打了一剂算是强心针啊，大家应该也心中稍微缓了一口气。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近2年呢，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其实出台了不少的政策，像在科技创新、人才创新方面的支持给到我们，那这也陆续的涌现出来了不少80、90后优秀的年轻企业家。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会非常希望走进这些年轻的创始人，和他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背后有怎么样的故事。举个例子来说，最近大火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拉布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那拉布布背后的公司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其实也是我的校友。对，所以我们第一期的节目呢，非常想要和王宁一起去探讨一下年轻人当下的一个新的消费，像拉布布还有泡泡玛特的成功，到底是偶然还是真的抓住了机会呢？我们一起走进王宁来聊一聊。像情绪消费这样的话题，其实当下已经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去选择买单的一个选择，因为快乐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个非常大的风口。如何为快乐买单，也是我们去值得思考的商业话题。谢谢。我觉得非常好，值得掌声，非常好。但我给你一个建议，您说，你从拉布布那个地方完全吸引我了。You had me at 拉布布，但前面那一段他很熟练，但其实没有太多的信息量。明白，我直接上来就是直接上来，然后把那些重点的信息、情绪价值放到前面。对，实际鲁豫老师跟你说的，我觉得就是做主持的时候，不是写论文，上来先讲背景、重要性、意义。而是要有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把我们抓住了，再去讲你后边那些东西。但你非常棒，你能够本能地选择当下大家都会关注的一个话题，而这个人跟你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这个太好了。就是我突然必须要联想到他。你有很好的新闻素养、敏感性，非常好。谢谢。我其实还挺佩服他，有一点就是我人生想做的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去实现一把。他很坚定，很坚决啊。他其实无论从语言表达和专业储备上，其实做一个如果是财经向的一个节目主持人的话是够的。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去做一个播客，做一个自媒体，也是很成立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财经类的比较偏硬的一些话题，有很多可爱的女生在那边讲很专业的话，都是可以的。但他内心还有个执念，他内心有个执念必须要破一下。就对他来说，我做自媒体，我做播客，依然不是他心目当中他当初17岁想做的那个专业的主持人。他一定要是播音主持，一定要是比如东方卫视的一个主持人，所以他还需要过这个坎儿。
你看到这次来 offer 的这些孩子们，因为可能00后总体来说是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成长出来的，然后被投入大量资源培养起来这样的孩子，我是觉得他们的见识，对啊，他们的起点还是高的，非常非常的高。我叫侯子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现在我就主要从事一些体育解说。老师们能不能猜一下，我喜欢哪项运动？篮球。哎，老师您猜的真准。我觉得我自己是一名3D 球员，我比较全能。大家可以看现场报道小篮球赛，轻松成为孩子王；实地探访国家体育总局，科普全民健康知识；在演播室当中搭档专家，戳破运动与健康的谣言；在体育课上担任课代表，学习一项好玩又有趣的体育运动。你就这个截图也比较随意哈。对，还带着弹幕是吧？他很松弛，对，我觉得非常好。就你有别的兴趣爱好吗？我还喜欢播新闻。播新闻就变成一种爱好了。就是他有一种00后的抽象，我觉得他应该还挺受年轻受众的喜欢的啊，挺好。这个人1.90米，啊，有1.9米啊！这是我认识的主持人里面最高的了。我是王玉，本硕均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的播音与主持专业。那我也同时攻读了剑桥大学的数字人文专业。在学校期间呢，我曾获得过2次国家奖学金和3次学校的1等奖学金。作为剑桥大学第一个走进这里的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呢，除了学校内部的生活和学习之外呢，我也是一个挺爱探索自己的人。要去爬山吗？我喜欢徒步，喜欢潜水。我觉得这些运动呢，它既是一种探索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哦，是吗？就是属于那种很 massage 很疗愈的感觉。我听下来，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需要挑战的燃点很高的人。我甚至有点担心，一份日常的工作有点拴不住你，因为主持人的工作很可能有些东西就是重复。我是会认为主持人，尤其是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所有的重复都是不一样的。也许今天和明天播报的都是新闻，但是我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对于每一件新闻事件，每一个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理解。你为什么一脸的姨母笑？一直是这个姨母笑，为什么我一转头？然后我觉得他这种成熟的这个心态和年龄有点不太相符。其实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和进步。你觉得在20年以前，哪有人有这样的机会，去体验和经历这么多的事情？想都不敢想。又是一个学霸，这个更恐怖了。你的校友是啊。